2024全球火力排名更新，美国仍位居第一，俄罗斯紧随其后。但身为五常的法国竟然连前10都没进去，排在了巴基斯坦和意大利之后，位列第11。这是不是太瞧不起高卢雄鸡了？这和马克龙近期多次强调出兵援乌抗俄的行为不符。试问，若是法国没有足够的底气，马克龙会有这么强硬的态度吗？火力军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法国与俄罗斯的军力对比，顺便为五常的法国正名，把排名往上提一提。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和小胡子时代的德国是欧洲最好战的两大帝国，他们的扩展靠的是强大的陆军，但经过二战的洗礼，想要问鼎全球，海军、空军以及独立完整的军工实力才是未来战争的发展方向。如今的法国已是欧盟的主要话事人，是欧盟国家中军工体系最完整、军力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海外军事基地数量仅次于美国，海军总兵力达 4.4 万人，同时也是世界上除美国外唯一装备核动力航母的国家。水面舰艇的王牌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满载排水量 4.25 万吨，最多可搭载40多架各型飞机，主力战机是超过30架的阵风。而且按照法国海军的规划，其最终会拥有2艘航母的配置方式，以确保随时有一艘航母可执勤。目前法国海军 PANG 计划的新世代航母预计于2025年开始建造，并在2038年服役。此外，法国海军现役的主要舰艇还包括3艘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1艘苏弗朗级、3艘红宝石级攻击核潜艇、4艘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以及2艘地平线级驱逐舰等各式舰艇，总吨位超过35万吨。其中3艘西北风级2栖攻击舰满载排水量 2.13 万吨，可搭载16架 NH90 或35架虎式直升机。其曾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终止了与俄罗斯的2艘新舰交易，并将其转卖给了埃及。与意大利合作开发的地平线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7050吨，48单元的垂发系统，装载了紫苑15和紫苑30防空导弹，可拦截120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目标。同时还装载有8枚法国自产的飞鱼反舰导弹和便携式西北风防空导弹。至于潜艇，英美法3国是世界上全部潜艇均为核动力的国家。法国海军旧款的4艘凯旋级核潜艇，其技术性能与俄罗斯北风之神相差不大，每艘能搭载16枚 M45 或 M51 弹道导弹。M51 的射程在8000到1万公里，可携带6到10个分弹头，是法国针对俄罗斯最主要的核威慑力量。但其新一代苏弗朗级攻击核潜艇采用了许多凯旋级和鱿鱼级潜艇的先进技术，所以刚刚服役2艘，在最大航速、最大下潜深度等性能指标上不如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和971型攻击核潜艇，但却在武器、指挥支援系统水平、隐身能力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不仅大幅降低了噪声，还提高了10倍的探测灵敏度。在火力上，其在舰首部位装有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携带18到24枚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潜射导弹，如 F21 黑鲨鱼雷、FG29 水雷、潜射版暴风阴影巡航导弹、SM39 Block 2潜射型飞鱼反舰导弹，以及美国生产的 MK48 鱼雷和巡航导弹等。同时，该核潜艇还配备了各式先进的电子和信息化设备，以及可搭载包括蛙人、特战队员运输艇和 D19 水下无人潜航器等在内的装备。其整体性能已经超过了俄罗斯亚森核潜艇，达到了当前世界核潜艇领域的较高水平。估计等6艘苏弗朗级潜艇全部服役时，法国海军的实力都将超越俄罗斯海军。毕竟俄海军现状很惨，已经处于全部停建状态，总吨位只有70吨，远低于苏联时期的300万吨。而且舰艇装备老化严重，技术人才又因苏联解体损失严重，核事故频发，加上受到欧美的制裁、经费短缺等因素，俄老旧军舰的现代化升级一直赶不上趟。如在俄乌战争中，莫斯科号被海王星导弹击沉，整个黑海舰队如今已损失了近40%战力，相比于空军和陆军，海军已成为俄军的短板。法国空天军的实力同样不弱，主力装备是阵风和幻象战机，其都是法国自行开发的多用途战机，其中的阵风还是欧洲最后一款单独研制的第4代战机，
它的2B12有源相控阵雷达、M882发动机，乃至空战对抗的魔术、米卡空对空导弹，都是法国自产的武器装备。可见法国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程度很高。如今的阵风战机已大量出口到了印度、埃及、阿联酋等国，虽单机价格高达2亿美元，但依然不乏买家，可见该机性能之优异。此外，法国空天军还有相当数量的教练机、运输机和一些加油机、侦察机，以及从美国购买的12架 MQ9 无人机。这些飞机以防卫领土、领海为主，兼具一定的反击能力。同时，法国空天军还设有战略司令部，具备强大的核威慑能力。如在空投型核威慑力量方面，该司令部掌管着空射型和中程空对地超音速导弹，其可携带100到300千吨的核弹头，射程在500公里，总共大概部署了约80枚核弹头。还有信息披露称，法国空天军掌管着军事卫星，称该卫星可能配备了雷射武器。目前是什么情况，火力军并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法国国防部之前曾宣称要计划研发一个反卫星的雷射武器。有知道的朋友，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最后的法国陆军总兵力达 14.8 万人，是欧洲规模最大的陆军之一。主要装备的是222辆勒克莱尔坦克、超6500辆的装甲车，以及171架各类武装直升机。这些装备大部分均自成体系，没有一件进口装备，同样见证了法国军事实力之强，国产化程度之高。不过，据法国陆军司令透露，法国陆军已逐步摒弃传统的军备建设模式，正努力将部队塑造成一支有能力直面大国对抗的新型武装力量。在冷战后不久，法国陆军的目标是建设机械化战斗部队，其更擅长执行小规模、轻装及高效的军事任务，如1978年在扎伊尔进行的空降解救欧洲人员行动，2013年在乍得发起的搜猫反恐行动等。但如今，面对可能卷入的大国对抗风险，以及法国无力构建一支由大量义务兵和空降部队组成的大陆军实际情况，法国陆军的发展战略已经转向打造一支既能为多国行动提供支援，又能独立执行军事介入任务的多任务能力部队。虽仍无法正面对上俄军大规模的钢铁洪流，但法国陆军依旧做出了不少努力，试图同北约其他成员国联手来增加获胜概率。其不仅增加军费开支，还新设了未来作战司令部和特别司令部，前者负责领导和采购协调，后者负责整合情报、远程火力打击和航空能力，来为军团和师级作战单位提供支持。此外，法国陆军还要更新武器装备及训练设施，以承担司令部推演和团或旅级实战演习任务。如无人机部队将大幅扩充，数量预计达到约3500架。M270、凯撒、勒克莱尔等装备会进行现代化升级，并全面列装 SICS 通信系统，以保证部队在行动中实现数字化无缝连接，以及与北约部队的协同。俄军陆海空及战力潜力的情况，火力军已在上期与德国军力对比中进行过分析，现在就稍微补充一下额外内容。据全球火力网显示，俄罗斯综合实力位居世界第2，是因为俄罗斯适合服役的人员约有4600万，现役人数高达132万人。在部队实力方面，俄陆军最强，装备的数量很多，其中坦克就接近15000辆，处于战备状态的就超1万辆，居世界第1。自行火炮拥有6208辆，牵引火炮有8000多门，也都位居世界第1。之后的俄空天军战机总数4255架，其中处于战备状态的2766架，居世界第2。但情况真是如此吗？数据如此强的俄军，在过去2年多的时间里深陷战争泥潭，可见俄军的陆海空武器装备和战争潜力早已处于衰退阶段。如俄空天军接连被击落 A50、苏34等战机，而新式的苏57因去年11月才宣布量产，列装数量肯定不多。另一款5代机苏75据说至今没有寻到投资者，仍处于原型机阶段。俄海军更惨，像前面说的，总吨位只有70吨，且舰艇装备老化严重，和事故频发。如北方舰队的库尔斯克号在2000年演习中沉没在巴伦支海，118名舰员无一幸存。再加上受到欧美的制裁、经费短缺等因素，无法进行现代化升级，各类型舰艇实力均排在3名之外。相比于空军和陆军，海军已成为俄军的短板。之所以俄罗斯综合实力还能排第2，火力军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核武分量占了大头。在其军力组成部分中，最有分量的是那4000多件的核武器，
现役的北风之神级、德尔塔级战略核潜艇、图 160M、图 22M3 等战略轰炸机，以及白杨 M、耶尔斯、萨尔马特等洲际导弹，均是同领域最先进的型号之一，其核战实力排在前列。由此可见，若是从三军实力方面来看，法国海军有望追赶，甚至远超俄海军实力，但陆军和空天军短时间难以超越，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俄陆军和俄空天军暴露的缺点越来越大，出现了后续乏力的情况。若是将法国军力比作旭日东升的太阳，那俄军就好比日暮西山的残阳，即便从军工实力上分析也是如此。一个独立的军事体系是一个军事强国的基础，尤其是二战后，谁依赖美苏武器的少，那他一定具有强大的国力。法国就是如此。上述的阵风勒克莱尔均体现了法国武器装备的国产化程度很高。当然，如今法国的国产武器能力有所下滑，很多地方也用上了国外装备，如舰载预警机是美国制造的 E2C， 航母的弹射器是美国的 C13， 地平线级驱逐舰使用的舰炮是意大利的奥托76舰炮，驱逐舰、巡防舰使用的燃气轮机是美国的 LM2500燃气轮机等等。这些情况都在说明，法国正加速融合北约体系，以便获得其他北约成员国的支持和与其协同作战。毕竟，若是单独对抗俄罗斯，实在有些困难。法国国产化程度虽然在降低，但部队实力却是不降反升。而俄罗斯不仅武器装备国产化是被迫进行，部队实力就目前而言也在持续下滑。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俄罗斯面临着严重的武器装备国产化问题。苏联解体后，原有的国防工业合作机制遭到破坏，俄罗斯很难从苏联加盟国获得配套装备，其中就包括乌克兰。要知道，乌克兰可是苏联时期的军工重镇，有生产坦克的莫洛佐夫设计局，生产飞机的安东诺夫设计局，生产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的南方设计局，以及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企业马达西奇公司。在苏联解体初期，俄乌关系还不错，有合作。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双方的合作直接中断，俄罗斯军工直接一落千丈。有证据显示，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不久，乌克兰国防部还发布消息称，乌克兰特种部队在乌东的一个村庄收缴了一台准备走私送往俄罗斯的直升机发动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如俄军最缺乏的电子元器件，当初苏联可是把相当多电子工业安置在了波罗的海三国，而这三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就先后加入了北约，不仅不再给俄罗斯提供电子配套产品，他们还积极参与北约的军事竞标和军演来对抗俄罗斯。就目前而言，俄罗斯的军工电子工业依旧处于来料加工和组装的阶段，对进口材料、武器零部件需求极大。如当初苏57无法量产的原因，就是因为俄罗斯无法从韩国进口雷达首发组件，导致了机载相控阵雷达不能够定型投产。又或是俄罗斯大量进口民用集成电路，将其改造用在武器装备上，但这只能解决一些相对低端的武器型号需求，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这些高端武器的需求仍无法得到满足。虽然俄罗斯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就开始制定进口替代计划，但因高层的10位素餐，导致计划一直拖到2019年才制定详细目标。据悉，2020年时，在俄罗斯需要更换的18047台设备当中，只有3148台进入了实际操作。到了2021年，在俄罗斯又梳理出了278种军事装备使用的177058类部件，结果发现对外依赖程度依然很高，仅是从乌克兰进口的器件和分系统就高达640种之多。这也导致，即便到了现在，俄罗斯在雷达、潜艇、反导弹等系统方面仍未达到国产化指标。如远程预警雷达的国产化只完成了 0.7%， 反导系统的国产化任务只完成了 0.3%， 紧急进口备件的任务也不过完成了 20%。 一些如亚森级核潜艇、苏34、伊尔96、卡 52K 等重要武器装备因进口依赖问题，战力受到影响。而且以目前俄罗斯的财力，也很难投入足够的资金进行军工重组，这也是为什么火力军说俄军是残阳的原因之一。排名第2，全靠苏联核一产在支撑。虽然火力军对全球火力前3名没有太大意见，但是法国再差也不应该排到第11位吧。第4名的印度，你说他军队规模庞大，加上烈火五的成功，拉近来与法国核武的差距，
仅从纸面数据来看的话，把它勉强排在第4，勉勉强强可以接受。但是韩国竟然能超越英法，挤进了前5，这火力军不理解了。虽然据全球火力网站的统计称，韩国军队的规模也较为庞大，其中储备人力位居世界第2，飞机总数位居世界第5，牵引式火炮数量位居世界第3，自行火炮的数量位居世界第4，坦克、直升机的数量也较为靠前。仅从规模来看的话，韩国军力是非常可观的。但是韩国军力存在2个超大的问题，一个就是前面比较的国防自主程度问题。韩国3军的国产化程度不算很高。以韩国空军为例，现役自产的作战飞机只有60架 FA50 和处于试飞阶段的120架 KF-21， 其他主战机型如80架 F5、59架 F-15E、118架 F-16 等等，全是美国货。甚至预警机、侦察机、运输机等机型也都是其他各国产品。韩国海军和陆军的武器装备虽绝大多数是自产，但其也采用了很多国外零部件和技术。万一发生战争，直接断货了怎么办？不就面临和俄罗斯一样的下场了吗？此外，韩国是非核国家，缺乏战略打击力量，威慑力很有限，给第5的排名感觉有点虚高。还有第6的英国几乎是同样的问题，虽然英国皇家军力不弱，但个人觉得还是法国稍强一点。英国的国防自主化程度略低于法国，从实力上讲，英国并没有完全自主生产的战机，目前主要列装的是美制 F-35和联合制造的台风战斗机。从海军来看，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虽然排水量高达6万吨级，超过了戴高乐号，但却没有阻拦降落的能力。换言之，就是只能搭载垂直起降战机，其战力全靠 F-35B 的优秀，但因起降方式不同，导致 F-35B 的出动率和作战半径都很一般。此外，伊丽莎白女王号还缺乏舰载固定翼预警机，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只能靠预警直升机执行任务，其战场感知能力很一般。而戴高乐号因使用了弹射器，搭载有 E2 空中预警机，相较而言，明显法国航母的体系作战能力要更强一些。再者，英国因自主程度化低，导致威尔士亲王号到现在都没配齐舰载机，只能充当直升机航母来用。从其他军舰来看，法国好歹还有3艘2栖攻击舰，而英国则是1艘也没有了。而且近年来，英国皇家海军所能获得军费也越来越少了，不得不削减开工的26型导弹护卫舰的采购数量，从13艘减至8艘，45型防空驱逐舰也从原计划的12艘改为6艘，且缺乏应有的训练。2023年6月，据《每日邮报》统计，英国皇家海军有1/4的护卫舰在2022年一整年都没有在海上执行过任务，6艘45型驱逐舰中，超过半数也仅航行了不到4周。在核力量上，英法2国都是依靠战略导弹核潜艇，但是区别依然在于国产化。前面也说了，法国海军的凯旋级核潜艇使用的是自产的 M53 洲际导弹，而英国使用的则是从美国进口的3叉戟导弹。倒不是说3叉戟没有 M53 好，而是依赖进口肯定不如自产可靠。同样的原因也适用于驱逐舰、护卫舰。法国有不少军舰可发射自产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而英国唯一可以在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是机敏级核潜艇，其使用的还是战斧巡航导弹。从陆军的规模来看，英国已经把自己的陆军压缩到4万人左右，法国好歹还有10万多人。明显能看出，英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奔着完成最基本作战任务去的。近些年总是跟着美国一起行动，已逐渐失去独立性。法国则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军事强国，这才是法国成为欧洲话事人、马克龙多次表现出兵援乌强硬态度的底气。总之，英国现在战机用美国的，核潜艇导弹用美国的，总是跟着美国一起行动。法国则具备完善的国防力量，有独立的军事战略，所以就军事实力而言，法国应该强于英国才对。此外，还有排在法国前面的巴基斯坦，虽然拥有一定的核打击力量，军队规模也不小，但是国防自主能力也较法国弱一些。意大利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术，但军队的整体规模较小，排进前10也有些勉强。日本和土耳其的排名倒是还合理一些。综上所述，法国既有除美国外的核动力航母和阵风战机，又有身为5常该有的核打击能力，再加上完善独立的高国防自主程度，军费提升的空间也不小。所以火力军觉得法国的综合军力应该排进前5以内，而非可怜的第11名。好了，关于法国在2024年的全球火力排名，您是什么意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下期见。